居中心就像是玩游戏时旁边的小地图，没有小地图指引会很焦虑吧？所以这是不是表示有颜色的居中心比开放的居中心好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东轩，我是一名国际人类图学校 IHDS 认证的人类图分析师。这支影片我想用玩游戏的概念来介绍人类图9大中心中的居中心。居中心位于整张图中间的菱形，有定义的人会呈现黄色，未定义的人则呈现空白开放的状态。同样一个重点，有颜色或开放代表的只是运作机制的不同，没有绝对的好或者坏。居中心代表的是爱、方向跟自我认同，也常被说成是人类图里的罗盘。用游戏的概念来形容，我觉得居中心就像是玩游戏时会出现在旁边的小地图。居中心有颜色定义的人，就像是在游戏进行过程中有一张小地图可以查看一样。对于自己身处在哪里，要往哪个方向去，有比较具体的感受。那就算是没有去过的地方，也可以循着大概的方位前往。而且地图上也会标示出盟友所在的位置，所以就算眼前看不见，你仍知道自己有盟友，比较不担心自己是否被抛下了，也比较能够感知到爱与被爱。相反的，居中心空白开放的人，他们眼中的小地图是一片漆黑，除了自己视野能见的范围内，对其他区域都一无所知。因此对于自己目前身处在哪里，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去，充满着许多不安与未知。对于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居中心开放的人容易觉得不知道该如何起步，需要别人示范或协助。同时，因为其他盟友一旦离开视线，就隐没在漆黑的地图之中了，居中心开放的人也比较容易感觉自己被抛下了，或认为自己不被爱了。居中心主导了一个人对于爱与被爱的感知，因此居中心开放的人一旦没有好好活出自己，就很容易有孤立无助的感觉。没有小地图指引，想象起来会很焦虑吧？所以这是不是表示有颜色的居中心比开放的居中心好呢？完全不是的哦。对于居中心有颜色的人而言，就算在地图上看得见大概的方向，也不代表比较容易抵达。一旦没有好好活出自己，有可能终其一生都执着在某一些到不了的远方，而忽略了其实拐个弯就可以有一片新天地。相对来说，居中心开放的人虽然开局没有地图可以检视，只能亲身慢慢探索，但也因此不会被既定的道路所限制。就像是武侠小说中主角因缘际会误入山洞，没想到最后竟然学成绝世武功一样。居中心开放的人，只要好好活出自己，在找路的过程中，往往可以发现许多没有人碰过的惊喜，跳脱既有框架，活出与众不同的人生。假使一个社会充满着居中心有颜色的人，那群体的发展都会被限缩在既定的模式之中，而正是因为有居中心空白开放的人存在，他们持续在漆黑的地图上探索新的方向，群体发展才不至于逐渐僵化。跟各位分享一个我过去职涯的贵人曾经说过的话，他的居中心就是空白开放的。他说人生就像是你大半夜要从台北开车到高雄，这么长的旅途上，你不可能事先确认每一个路段都有路灯，或中间完全没有障碍物。你的车灯只能照亮你眼前3公尺的距离，但这样就足够了。3公尺、3公尺、3公尺的慢慢前进，总会有抵达的时候。甚至就算最后你到达的地方不是高雄，那又怎样呢？说不定这就代表着在别的地方有更好的际遇在等着你啊。我非常喜欢这段话，这就是面对自己空白开放的居中心最健康而成熟的态度。以上就是我对居中心的基础解析，但一个人对于爱人、被爱有没有大致的人生方向的感觉，其实很主观，那这也和每一张图里的其他细节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有关。因此，想要好好认识自己的人类图，建议找有专业认证的分析师做一次个人解读。我目前有提供专业的人类图解读服务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 Facebook 粉丝专页或加入 LINE 的官方账号询问细节。
影片下方会附上 IHDS 认证分析师清单以及其他补充资料。下集我将继续用玩游戏的概念来介绍人类图9大中心的皮能量中心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